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盘点成毅出道13年所有影视作品，考古早年成毅，见证每一步成长。盘点成毅出道以来的所有影视作品，他一路逆流而上，成就当红小生。一起来看看，喜欢的建议点赞、收藏，再慢慢观看。第一部《唐宫美人天下》2011年，由张庭、明道、李小璐、何晟铭、杨幂、张晨光、何赛飞等领衔主演，成毅参演的宫廷古装悬疑魔幻剧。该剧于2011年10月21日在广东电视剧综合频道播出，11月24日登陆江苏、安徽、深圳、云南4大省级卫视。《唐宫美人天下》该剧以中国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唐王朝为大背景，故事取材于唐高宗时期武则天登基之前，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充满魔幻悬疑色彩的后宫争宠、皇位争夺以及人鬼狐之间错综复杂、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成毅在剧中饰演宫廷侍卫冯小宝，这是他的首部电视剧作品，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该剧播出后人气一路高涨，收视持续飘红，江苏、安徽收视率稳居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成毅也因此剧的大火而开始慢慢进入观众的视线。《唐宫美人天下》第二部《鬼爱》2012年，由辛芷蕾、成毅、于毅、叶子琪等主演的惊悚爱情电影。该片在2012年的万圣节档期在国内上映。《鬼爱》鬼爱是根据于传松的同名恐怖小说《鬼爱》改编而成。这部影片不是在恐怖片里讲述爱情，而是用爱情讲述一个惊悚的故事。《鬼爱》这部电影中，成毅在片中饰演亦正亦邪的男主角苏阳，同女主角萧萧雅有一段旷世奇缘，堪称令人动容的灵魂之爱。这是他的首部大荧幕作品。此外，他还演唱了该片主题曲《蔷薇恋事》。《鬼爱》在内的万圣档和光棍节上映后，均获得来自业内外的好评。有人为萧萧雅和苏阳之间的痴缠纠结之恋感动落泪，最可怕的不是鬼，而是回忆。不管是该片的惊悚还是爱情，都让观众狠狠过了把瘾。《鬼爱》第三部微电影《爱漂移》2013年，由辛芷蕾、成毅主演的爱情微电影。该片在2013年5月上映。微电影《爱漂移》，成毅与辛芷蕾2度合作，青涩认真，好看。成毅以前的演技就很不错，没想到10年前的成毅原来还会滑雪，10项全能选手。微电影《爱漂移》片中台词亮点颇多，情节台词着实击中泪点，探讨的现代男女都市情感也非常符合现实意义，引起大家的共鸣。微电影《爱漂移》第四部《原谅我，来不及爱你》2013年，由温馨、成毅等搭档主演的青春爱情电影。该片于2014年上映。《原谅我，来不及爱你》原谅我，来不及爱你是讲述初恋的故事。该片讲述了音乐才女小夏的北京爱情故事。极具文艺气息的音乐才女小夏邂逅男主角之后，便与之展开一段浪漫、唯美、曲折而又坚贞的爱情。虫子是个普通男孩，偶然认识了音乐学院的学生小夏，他们成为了朋友。渐渐的，虫子爱上了音乐，也爱上了小夏，却意外得知小夏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的爱情像知了一样，只有一下的生命，但两人从相遇到相知再到相恋的过程中的细腻点滴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原谅我，来不及爱你。成毅在片中饰演热爱音乐的阳光大男孩虫子。虫子是个阳光明朗的北京男孩，小夏是一个颇有清新森女感觉的文艺小女生。两人金童玉女一相逢，
唯美而清新的爱情随之展开。程毅演唱了该片主题曲《明了》，原谅我，来不及爱你。温馨和程毅完美演绎了这段青春的第一次怦然心动，两人清澈明朗的气质让这段青春初恋十分清新怡人，而两人的出色发挥让导演对二人的星途十分看好。两个科班出身却灵气非常的新生代，填补了内地一直匮乏日韩娱乐圈中新生代演员的空白。原谅我，来不及爱你。第五部《董小姐》2014年，由刘烨、何炅、程毅、辛芷蕾、邓紫棋、吴昕等联袂出演的湖南卫视情景栏目喜剧。本剧于2014年6月15日登陆湖南卫视青春星期天，2016年6月24日芒果 TV 播出。董小姐首次尝试碎片化喜剧生活秀形式，剧情将针对时下流行热点展开。作为湖南卫视首次尝试的碎片化情景喜剧，董小姐自开机以来就备受外界关注。主角董小姐刘烨更自曝剧中尝试诸多变身，差点演到精神分裂。董小姐在影视剧领域崭露头角的气质男星程毅，在董小姐中饰演刘烨董小燕男友，是一个在男神和男神经中灵活切换的可爱青年，而这也是他首次出演喜剧角色。第一次出演喜剧角色的程毅，也在剧中上演一系列令人捧腹大笑，却也意味深长的精彩桥段。董小姐，程毅在《董小姐》里的表演太有意思啦！他饰演的角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发型有点一言难尽，但这也增添了喜剧效果。他的表演放得开，各种搞笑桥段都演绎得十分到位，让人看到了他的喜剧潜力。程毅的表演确实可圈可点，他把角色的那种范二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看到了他在不同类型角色上的驾驭能力。不得不说，程毅真的是一个戏路很宽的演员，未来可期。董小姐第六部《女生宿舍》2014年，由温馨、程毅、赵多娜、尹正、赵美彤主演的青春悬疑推理电影片，于2014年9月1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女生宿舍》该片讲述了夏梦千、方慧茹这对自幼一起长大的闺蜜住进了一间传言死过人的宿舍，随着她们展开学校的新生活，也被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奇幻死亡之中的故事。女生宿舍，程毅在片中饰演帅气炫酷的医学院校草高木男，冷漠刚毅的侧脸，深邃的双眸总给人带来一股寒意，让人花痴却又不敢亲近，是全校女生的男神。他的眼中总是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好像一切真相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化身为民国工藤新一，带着众人一起探寻女生宿舍的诡秘真相。女生宿舍第七部微电影《月梦奇缘》2014年，由李依依、程毅主演的言情动作网络科幻微电影。微电影《月梦奇缘》，《月梦奇缘》讲述现代地球人类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招致月球部落的关注。同时，心怀不轨的月球实权人物对地球能源的窥伺，以一个普通地球男子于展的月梦开始，引入女主角月球皇族小七，辅以于展哥哥于震的科学探索开展故事。跌宕起伏的故事，悬念错杂的线索，一场设置已久的阴谋，一场穿越时空与的月的爱恋，一次最美好的梦中邂逅，一次最痛苦的现实别离。再见即是再也不见。世间有一种唯一不会被贪婪和利益而驱使的东西，爱的起源。微电影《月梦奇缘》，此片中程毅饰演地球男子于展，于展的梦中总是出现和小七的浪漫回忆，而小七却在一步一步跟随提示去寻找丢失的记忆。两人的感情能否重现？小七的记忆能否恢复？种种画面让无数网友遐想与炮轰。有网友称这是国产版的《来自星星的人》吗？小七是国产版的都教授吗？
微电影《月梦奇缘》第8部《不可思议》2015年，由王宝强、小沈阳、大鹏、辛芷蕾、尹正等领衔出演，诚意特别出演的3D 科幻喜剧电影。该片于2015年12月4日在中国上映。不可思议，该片讲述了外星生物意外闯入人间，一位女儿早夭的父亲伴随天外来客的突袭，其生活出现了各种搞笑而怪诞的故事。不可思议，程毅在片中饰演逗趣闷骚的电脑达人田野，他也是田径的弟弟，一位精通电脑的逗比闷骚的技术宅，另一重身份是唐立果的准小舅子。科幻和现实在这部影片达到一种完美演绎，孙周导演的感情戏感人至深，呼唤本真和真善美。该片中的各种细节和语言都引起了很多年轻观众的共鸣。不可思议，第9部《青云志》2016年，由李易峰、赵丽颖、杨紫、程毅、秦俊杰主演的仙侠奇幻电视剧。该剧于2016年7月31日在湖南卫视播出。《青云志》该剧改编自原著小说《诛仙》，讲述了草庙村少年张小凡投身青云门下，与鬼王之女碧瑶相爱，并且与碧瑶及同门林惊羽、陆雪琪、曾叔叔等少年们一道帮助良善、斩妖除恶，一路成长的故事。《青云志》程毅在剧中饰演作风正派、飘逸冷峻的青云门弟子林惊羽，资质过人，根骨齐家，与张小凡乃是儿时玩伴，共同经历屠村惨祸，被青云门收入，拜在龙首峰苍松道人座下，后在万剑一的指导下运用斩龙剑十分娴熟。程毅的刚登场就很好的将这个角色的气质传递出来，无论是神态还是那种身上自带的主角光环，从出场的这短短几场戏份，程毅对这个角色的把控，满足了我对这个角色的所有定义，既有那种君子范儿，同时又让人有隐隐的不安，随时会觉得这个角色会黑化。青云志这个角色还是颇为矛盾的一个形象，一方面他有着谦君子的风范，无论是颜值还是那种天生的资质，都让他这个角色相当吸引人。而另一方面，他也有着人格的负面缺陷，那便是过于执念，这最后让他曾误入歧途。可以说，程毅所演绎的林惊羽与原著中所描写的颇为相称，他很好的将这个角色气质传递出来，他个人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青云志，程毅担纲《诛仙青云志》这样的大 IP 巨制主演，无疑对他来讲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履历，而从他扎实的演技以及超高的颜值来看，他的精彩才刚刚开始。青云志第10部《营救汪星人》2018年，由程毅、阿拉蕾、文松等人主演的萌宠营救喜剧电影。该片于2018年9月30日上映。《营救汪星人》该片讲述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神犬特工队与人类一同完成对汪星人神奇营救冒险的故事。营救汪星人，程毅饰演的男主角程斌是一位有武术基础的退役警犬训练员，他与训练多年的立功无数的功勋犬拉布拉多犬大熊，任职星级宠物俱乐部店长，收养了10多只流浪犬。一夜之间，街坊邻居的爱犬全部失踪。程斌与大熊踏上了营救之路，并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为贴合这个角色，程毅进行了3个月的体能训练。不得不说，程毅真是一位敬业的好演员。营救汪星人第11部《怒海潜沙河秦岭神树》2019年，由侯明昊、程毅、李曼、张博宇、刘学义、姚逸晨、姚鲁等主演的冒险悬疑动作剧。该剧于2019年6月6日在腾讯视频平台首播。《怒海潜沙秦岭神树》该剧根据南派三叔小说《盗墓笔记》改编，讲述了从西郊海底遗迹归来的吴邪和王胖子，因带有秘密的6角铃铛，
又再次踏上了遥远的秦岭腹地，开启探秘之路的故事。怒海潜沙和秦岭神树，程毅首次挑战一人分饰两角，饰演淡然冷漠的小哥张起灵和热血男儿张不逊。他饰演的小哥张起灵是张家族长的现任指定继承人，外号闷油瓶，为人神秘莫测，身手不凡，外表高冷孤傲，却又保护着所有人。据说程毅为拍摄此剧中的打戏，曾连吊威亚18小时。怒海潜沙和秦岭神树第12部长安诺2020年由程毅、赵英子领衔主演，杨超越、张睿、黄佑明、卢星宇、杨敬恒特别出演，王劲松、王林友情出演的古装励志情感传奇剧。该剧于2020年9月10日在腾讯视频播出。长安诺，该剧讲述了大盛国从动荡不安到逐步昌盛的历程，贺兰明玉从纯真烂漫的少女成长为新系家国天下的太皇太后的跌宕起伏传奇故事。长安诺，程毅在剧中饰演赤诚直率、爱恨分明、敢于勇闯虎穴的萧承旭，盛州九皇子，少年时与贺兰明玉相爱，爱憎分明，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助萧承瑞称帝建立大盛国，却因功高盖主遭到猜忌。在得知当年母妃身死、父王传位的真相后，决意篡权复仇，但面对承瑞病逝、明玉之子继位的局面，选择任摄政王，辅佐新君。长安诺，长安诺，剧中花絮，程毅与赵英子拍摄吻戏，导演被甜的笑场。相反的是，剧中的程毅一哭，惹人怜爱的他，竟令不少观众感觉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可见程毅的哭戏极具有感染力。长安诺第13部琉璃2020年由程毅、袁冰妍、刘学义、张雨绮、白树、侯梦瑶领衔主演的东方玄幻仙侠剧。该剧于2020年8月6日在优酷网、芒果 TV 首播。琉璃，该剧根据14郎小说《琉璃美人煞》改编，讲述了天生60残缺的少女楚玄姬袁冰妍氏和离泽宫弟子宇司凤程毅氏在面临爱情与前世阴谋的双重压力下，携手共对百般腥风血雨，缔造了一段极具仙侠传奇色彩的故事。琉璃，程毅在剧中饰演冷静自持、温柔痴心的离泽宫弟子宇司凤，他是金翅鸟妖族离泽宫弟子，为天地之子转世，聪明冷静，理智自持。他饰演的男主角宇司凤专被虐，时生时世不停手。小说中，宇司凤和女主角楚玄姬是第10世才相爱，不过看这剧集的改编，宇司凤是默默爱了10世，虐了10世。琉璃，我被程毅的演技完全折服了，我已经好久没见到演得这么好的人了，主要是很难演，真的很难演。情人咒第一次发作那个简直了，那个没有对手，全是靠自己心理酝酿。但是小编真的没想到程毅能演得这么撕心裂肺，这么隐忍残酷，我看着他，小编我都觉得我大姨妈疼得要死要死的了。那眼神真的是连上眼皮和下眼皮的角度都控制得好，头部的动作和节奏把握的那叫一个完美，步步到位。每次吐血，连嘴皮都演得那叫一个好。琉璃，通过琉璃这部剧，程毅迎来了事业高峰，隔三差五就出现在热搜上。琉璃，第14部与军歌2021年由程毅、张雨绮领衔主演，韩栋、宣璐、何晟铭等主演的古装青春情感悬疑宫廷剧。该剧于2021年8月8日在湖南卫视首播，并在芒果 TV 同步播出。与军歌，与军歌改编自作家飞花的小说《剑气行》，原剧名为《梦醒长安》。该剧讲述了身处敌对阵营的双生姐妹程若愚、张雨绮氏、胭脂宣璐氏宿命般重逢，并与少年天子齐彦程毅氏、光王韩栋氏一同卷入朝堂风云，
共同蜕变成长的传奇故事。与君歌，程毅在剧中饰演少年天子齐彦，他英俊优雅，锋芒暗忍，容止端雅，与程若于世知己，一路与其陪伴成长。他原来是仇视梁的傀儡皇帝，一心想要摆脱他的控制未果，他忍辱负重，在遇到了双生姐妹花程若愚和仇嫣之后，一起对付宦官仇子梁。与君歌，程毅他在这部剧中演绎了一部帝王的养成记，变得不再懦弱，变得足智多谋，变得更加的自信和强大，最终拯救了自己和苍生。与君歌第15部《山河月明》2022年，由冯绍峰、陈宝国、何晟铭领衔主演，程毅特别友情出演的古装历史剧。该剧于2022年4月6日在北京卫视播出，并在优酷视频同步播出。《山河月明》该剧讲述了明初时期朱元璋的第4子燕王朱棣自幼随军历练，浴血沙场，经过朝堂与宫闱的洗礼，逐渐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军事家，最终开创了远迈汉唐的永乐盛世的故事。《山河月明》程毅在此剧中饰演的是雄姿勃发、英勇奋战、胆识过人的少年朱棣。少年时代的朱棣叛逆桀骜，离开皇宫后，他跟随徐达在战场上凭借非凡的勇气和军事才能，成长为合格的将军。而后经过多次朝堂和宫闱斗争的洗礼，朱棣变得越来越冷静和内向，逐渐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程毅骨子里的犟，可以说和少年朱棣很适配。《山河月明》第16部系列剧《沉香如屑》，沉香重华2022年，由杨紫、程毅领衔主演，张睿、孟子义、傅方俊、朱永腾、李新泽、李玉、朱丽兰、叶希月、古雪儿主演，何中华、侯梦瑶、孙泽元、杨希子特别出演的古装爱情仙侠剧。该剧分为上下2部，上部《沉香如屑》于2022年7月20日在优酷独播，下部《沉香重华》于同年8月18日在优酷独播。系列剧《沉香如屑》、《沉香重华》，该剧改编自苏沫的小说《沉香如屑》，讲述了天性善良、重情重义的汉诞仙子颜旦与守护结界、保护苍生的6届帝君应渊携手向邪恶势力宣战，在相知相识中逐渐解开以往的误会，最终携手维护人间正道，共同守护天下苍生大义的曲折故事。系列剧《沉香如屑》、《沉香重华》，程毅在剧中一人分饰3角，分别是保护苍生的6届帝君应渊、正直果敢的少年游侠唐周和应渊之父修罗王玄烨。应渊是天帝的外甥，先号东极清离应渊帝君。应渊是神界4大帝君之首，他为人正直、博爱，心怀天下苍生。数万年来，应渊长居偃虚宫，绝情灭欲，前往北冥仙君的玄心崖偷翻乌龟，是他寂寞时光里少有的乐趣。系列剧《沉香如屑》、《沉香重华》，为探寻仙魔大战的真相，应渊下凡历难，成为捉妖师唐周。唐周是凌霄派弟子。唐周因为师父全家被妖所害，发誓要荡尽天下妖邪，绝无宽纵，同时会以毕生之力去守护凌霄派。然而在结识颜旦并与其一起历险的过程中，他逐渐改变了对妖的看法。他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天界帝君之后，为了修补破损的仙衣完成历劫，他和颜旦、于墨一起踏上了寻找4大神器之路。系列剧《沉香如屑》、《沉香重华》，玄烨是修罗族尊主，应渊之父，又名慕寒。玄烨修炼有邪术乾坤隐、永夜功，拥有法宝转西轮，有着称霸6界的野心。但修罗族虽然强悍，寿数却短暂。为此，玄烨设计与冉青相遇，骗取他的好感，趁机偷走了能延长寿数的神器七曜神玉。在这过程中，玄烨却喜欢上了冉青，希望同时得到美人天下。为此，他一次次用转西轮逆转时间，
却总不能如愿。系列剧《沉香如屑》，沉香重华。小编认为程毅的表演完全合格，剧中他面无表情的隐忍是有道理的，他演的本就是英俊潇洒、沉默清冷的仙界帝君，不动声色，隐忍才是人物的正确演绎方式。系列剧《沉香如屑》，沉香重华。程毅塑造古偶角色，一直是如同完成一幅东方山水，开场用简单几笔线条提炼特点，观众一下子就熟悉了这个人的轮廓，进而才有兴趣了解山的全景。到后面，这个人物还会有各种山中奇景，奇峰崛起。剧中一段晕厥的戏，程毅真的把一位仙界帝君迷离的状态给表现出来了，隔着屏幕也能让人感同身受。系列剧《沉香如屑》，沉香重华。网友对程毅在剧中一人分饰3个性格不同的角色也是赞誉有加，评价他是一名有演技的实力演员。在这部剧里面，我们看到了男主的千人千面，例如应渊、唐周、玄烨。经过程毅的演绎，3个角色带给观众3种不一样的感受。系列剧《沉香如屑》，沉香重华。第17部底线2022年，由靳东、程毅、蔡文静等主演的法治案情剧。该剧于2022年9月19日在湖南卫视首播，并在芒果 TV、爱奇艺同步播出。底线。该剧是首部由最高人民法院全程指导、全景展现中国司法改革最新成果的现实主义法治题材电视剧，讲述了兴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方远和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宋宇飞同为兴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张伟民的徒弟师徒3人共同奉献青春与热血于中国司法事业。而今，方远的徒弟兼法助周易安程毅是晋升为员额法官，曾经的师徒团分散到不同审判岗位，持续为司法事业贡献。最高法研究室的年轻女干部叶欣、蔡文静是突然空降，给兴城法院带来更多变化。这3代法院人在处理一宗宗案件中，传承法院传帮带传统，坚守司法、道德和人性底线的故事。底线。程毅在剧中饰演正义感十足的法官周易安。周易安是位正义感强烈的青年法官，公正无私，恪尽职守。他阳光幽默，工作中严肃而私下可爱。他不满足于现状，勇于尝试创新方法调解案子，即使面临质疑也坚持己见。底线。为了证明自己的演技，程毅在这部剧当中大胆挑战，启用了自己的原声台词，是要与剧里面的所有老戏骨一较高下，属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类型，一个愣头青本青。虽然暴露了他的原声台词短板，但是作为一名演员，敢于原声台词出镜，还是值得提倡鼓励的。底线。第18部《莲花楼》2023年，由程毅、曾舜晞、肖顺尧、陈都灵、王鹤润、陈意涵、吴诗乐、刘梦瑞、徐百惠领衔主演的古装悬疑探案剧。该剧于2023年7月23日在爱奇艺独播，并于8月6日在央视8套播出。莲花楼。莲花楼改编自滕平的小说吉祥文《莲花楼》，讲述了闻名武林的四顾门门主李相夷在一次大战后身受重伤，从此退隐江湖，成为淡泊名利的郎中李莲花，在遇到新交方多并与救迪迪飞升后，重新卷入江湖的故事。莲花楼。程毅在剧中一人分饰2角，分别饰演四顾门门主李相夷与江湖郎中李莲花。武艺高超，人也长得俊美，一袭绿色细长衫的路透让人流连忘返。李莲花，人如其名，拖着一座莲花楼行医问世，他摒弃执着心与得失心，与江河湖海、天地万物融合一致，这便也是剧中所要表达的禅之意境，拥有一颗平常心，回归本真。莲花楼。程毅将一个闲散自得的江湖游医演绎得深入人心，他追寻着真相，
谨守内心底线，为理想不断前行。虽不在庙堂，虽不处高位，但心中有正义，有苍生。莲花楼。当他是天纵奇才年少成名的李香怡时，满心满眼追求的是匡扶正义、天下为公的大道，气盛却鲜少顾及身边爱人亲友的感受，直至青梅竹马的爱人乔婉免休书决绝，两小无猜的师兄单孤刀转身离去。莲花楼。而当他是退隐江湖的乡间游医李莲花时，一只狗，一辆车，一座莲花楼，浪迹天涯海角，无牵无挂，无恼无忧。可惜以悲剧收尾，剧情催泪，又是一次意难平。莲花楼。第19部《南风知我意》2023年，由程毅、张雨绮、付辛博、李心泽、梁敬贤、严笑等主演的都市治愈爱情剧。该剧于2023年9月12日在优酷视频独播。《南风知我意》。该剧根据戚玉薇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为寻找天然药物的傅云深与前往欠发达地区进行医学调研的朱旧相遇后，开启的一段相爱相杀、相互治愈的恋爱故事。南风知我意。程毅在该剧中饰演帅苏又傲娇的药物研发员傅云深，也是植物学家。他具有高智商、颜值以及令人心动的气质和魅力。他生长在一个充满政治权谋和争斗的家庭，而他内心却始终怀揣着对家庭的渴望和对曾经的美好时光的回忆。前期的傅云深的内心也曾温暖如春，是别人眼中的骄阳。后期的傅云深是一个身体有些不便的人，这是不同于程毅之前的任何一个角色之处。南风知我意。这部剧是继《琉璃与军歌》之后，他和张雨绮三搭主演的剧，选的角色也太还原小说了吧！残疾男主和他的命定救赎，他带着光来，让他开始留恋这世界。男主长相很符合傅云深男主脸，深情且宠溺。程毅真的很适合傅云深这个角色，甚至完美诠释。南风知我意。以上小编整理了程毅出道以来已播出的19部影视作品，接下来还有4部已开拍待播出的作品，分别是《身前英雄志》《狐妖小红娘》《王权篇赋山海》等，剧迷朋友们可以狠狠期待一下哦。程毅，他尊重角色，尊重观众，也尊重了自己。风已回，路已转，愿程毅今后平安顺遂，心中的那处莲花能永远被守护着。